偶然搭救进京赶考的落魄书生，临别时依依不舍，我赠他香囊定情。待公子高中，莫要将我忘了。他一步三回头地去了。金銮殿上，皇帝为金科状元赐婚，他伏地请罪。臣已有心上人，非他不娶。掏出怀中磨褪了色的香囊，殿上抽泣声此起彼伏，众考生窸窸窣窣，共掏出香囊18枚。皇帝问：还娶吗？状元郎咬牙切齿：娶，我娶不死他。屏风被踹倒，太子黑着一张脸，手中香囊攥到变形。慢着，我也要去。城南码头10里长亭有风送迎，我站在书生面前，替他扶一扶金帽，捋一捋衣襟，眼角泛红，眼底带泪。此去一别，郎君不知何日再归。纤纤柔体自广袖探出，在他腰间系上一枚香囊，含嗔带怨在他胸口一推。他日若是高中，莫要将我忘了。那香囊绣工精细，正面是喜鹊登枝，背面是双联并蒂，另缀了个小小的冤字。书生心中柔肠百转，拍着胸脯道：小娘子放心，待我及第归来，定高头大马娶你过门。西风渐起，书生上了船，向着岸边连连挥手，我也挥手，一边挥手一边捏着袖子拭泪。离别愁恨苦，真的是见者伤心，闻者落泪。那船渐行渐远，引入雾中，确认再看不见人影。我静立片刻，将手拢回袖中，方才含情的眉眼刷得垮下去，比戏班子变脸还快。春桃拎着账本从角落钻出来，面露喜色：小姐，这月第16个可算能收工了。心比在码头卖了10年鱼更冷。我吩咐他记下：书生李四，面行方广，仓库俱全，功名有望，中举之数千分之3。一言写了。春桃发愁：小姐，上个月最低也有10%，如今是越发不济了。这等人竟也要分走一枚香囊。转身往家走，我同他解释：你懂什么？这叫量变引起质变，夜路走多了，还怕撞不见鬼吗？春桃吐了吐舌头：小姐，这词好像不是这么用的。见我瞪他，赶忙又问：送出这许多香囊，万一都中了举，小姐你还能拆作2个价了。我得意道：我早算过了，你可知每3年一次科举，参加者足有数万之多，而及第登科者不过100人，我统共才散了不到100个香囊，能中1个都要谢天谢地，中2个那是绝无可能。说到这里，我思忖，这般一算，尚且不够保底，不行，不能收工。春桃哭丧着脸：小姐，资助书生可费银子，如今举人还没来，咱嫁妆本倒是先赔了进去。我大怒：风投，没有风险哪叫投资？主仆2人匆匆回家，连夜再绣了10个香囊，将那手绷抡得直冒火星子。那时我年轻，以为数据就是硬道理，后来我才知道，玄学这事它不讲道理。我是宣州城内一名老实本分的绣娘，捡书生这活计是老天硬塞给我的。某日偷闲，听茶楼先生说书，讲的是崔莺莺淡月西厢记，第2日讲的是牡丹亭还魂记，第3日讲的是玉娇离。没听进去什么风月缠绵，我只听见几个关键词：落魄书生、家人搭救、高中进士、风光归来、美满团圆。我听得两眼放光。自打家里出了意外，我一孤女带着春桃在这城中勉强混口饭吃，还要处处看人脸色，驾驭达官显贵，恐遭折辱。但若能搭救一穷书生，又教他中了举做了官，他自当敬我重我，荣华富贵唾手可得，养成系成不我妻。宣州城是个好地方，地处关要是南边进京的必经之路。于是第4日，我在城郊破庙捡着了一个浑身是伤的年轻男子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老天有眼，这是天赐良机，这是手心里写字，明摆着给我嘛。我当机立断，把人送到医馆救了。郎中说他伤得重，要花不少银子，咬咬牙给了，只盼他日后高中加倍还我。我照着画本子里的桥段，衣不解带守着，确保他一睁眼就能看见本救命恩人。3日后，他终于转醒，一双黑眸深得像潭水，湿漉漉的小狗一样将我望着。我才发觉他竟长得如此好看。他露出一个艳夺明霞的笑：姐姐，你救了我。一颗心砰砰直跳。我心想，坏了，这人风流得很，风流多了，学问就少了，中举就难了。我得赶紧去捡下一个。但这人可恶，在床上躺了大半月才养好伤，害我眼睁睁错过了7、8个落魄书生。谁懂，在最无能为力的时候，遇到了最想保护的一群人。待他能下地，我立时将他送去了码头。少年漂亮的桃花眼蓄起水雾，楚楚可怜。姐姐这是要赶我走？我胡乱应着，快走吧，我赶进度。他清澈的眸子眨巴了2下。我是说进京赶考，再不出发，只怕要误了科举。他不解，我何时说了要进京赶考？我惊了，他竟然不是书生，那银子岂不是白花了？许是我的懊恼太过明显，他看穿了我的心思。罢了，就当为了姐姐，我去考一考功名。真是个好乖乖，我连哄带骗让他上了船，当然没忘了赠他一枚香囊，他这才满意笑了，选出2个甜甜的酒窝。姐姐亲自绣的，
真好看。珍之重之收进怀中，熨帖放好，又轻轻拍了拍，冲我柔声道：“好姐姐，等我回来。”我自是满口答应，就是不知怎的，脸上有些热。船行渐远，我与春桃弹冠相庆，首战告捷，官夫人指日可待。其实捡的书生多了，也不是个个都满意。譬如上个月给城北张夫人家送绣好的成衣，街头闹哄哄的，我凑上前看热闹，原来是小贩逮着个买东西不给钱的泼皮。但我看那男子清冷金贵，气度不凡，不大像个泼皮。他振振有词：“何谓给钱？从未听说过。”或人不可貌相，转身欲走，却见小贩眼珠子贼溜溜直转。你若是没钱，拿腰间玉佩抵给我。是个二龙戏珠的玉佩，淡紫色，通透水润，一看就是上乘货。不过拿了个桂花糕，哪值这些钱？分明是在讹人。那男子受周遭指指点点，一张俏脸涨得通红，解下玉佩就要给他。我看不过眼，冲了上去夺回玉佩，又替他付了钱。小贩没捞着便宜，灰溜溜走了。我叉着腰赶人，别在这起哄架秧子，都散了，都散了。男子看着年纪比我稍大些，执着扇子对我鞠躬：“多谢姑娘替我解围。”施恩勿念。我摆摆手：“你进京赶考吗？”我只关心这个。他犹豫片刻：“要进京的。”我在心里竖起大拇指，真是慧眼如炬。于是我为他备了盘缠，又赠了香囊，送他上船。临别时，他来回踱步，片刻后下定决心对我道：“吾乃当朝太子，只因私自出宫迷了路，承蒙姑娘相助，待吾回宫，封你为妃。”我愣住了50够吗？他神色认真又端肃：“姑娘一定等着我。”我配合地点点头。坏了，这是个傻子，科举真是害人不浅。不过范进中了举才发疯，这人还没考就颠了，多少有点不劳而获。我想了想，往香囊里多塞了几味醒脑开窍的中药。船开远了，他腰间巨大的香囊还若隐若现，这回是赔本买卖。我流的泪格外多。罢了，就当做回善事。还有一回，那书生竟自己找上门来，呲着发黄的大牙：“你以后不用要强了，因为你的强来了。我一路遇到过很多漂亮小娘子，但我选了你。你条件虽然不好，但我也不嫌弃。先把我爹娘接来伺候，等我高中后，自然不会亏待你。”我摔上大门，恶心欲呕。春桃慌忙迎上来：“小姐这是怎的了？外面是什么人？”我指着大门，手抖了3抖，恶向胆边生：“你相公！”他大惊，匆匆看了一眼：“你相公！你相公！你相公！”从宣州城进京约莫需要1个月的路程，因此离科举还有个把月的时候，我停了捡书生的活计，否则就算捡着，那书生也赶不上科举，不用再绣香囊。我终于得以清闲一段时日，我管这叫休渔期。掐着时日，我日日去茶楼找说书先生，盼着他消息灵通，能教我早些知道放榜名单。盼了半天，名单没盼来，说书先生故事倒是一天赛一天的新。且说状元郎，那是英姿飒爽，样貌俊美，一身麒麟锦袍，威风凛凛。谁问这个了？倒是说状元郎姓甚名谁，我好同账本上的名字对上一对。那账本上的名字我倒背如流，天可怜见，总能中上一个吧。皇帝榜下捉婿，想将郡主嫁于他，谁料状元郎听了，当即跪倒在地，俯首请罪：“臣已有心上人，此生非他不娶，望殿下恕罪。”说罢，从怀中掏出一枚香囊，那香囊艳红喜人，略褪了色，显然是珍藏已久，日日把玩，仍能看出绣工精细。正面是喜鹊登枝，背面是双联并蒂，好似有个大饼从天而降，心头浮起云彩，我晕晕乎乎，简直要乐昏过去。我拨开众人挤到前排，连声追问：“然后呢？然后呢？”老先生一捋长须：“皇帝正要夸他重情重义，忽然听得探花郎出了声，从腰间解下一枚香囊，递到跟前一看，你猜怎的？竟和状元的是一模一样。”我的笑容凝固在脸上，醒目咣当一敲，大饼碎成了玻璃碴，腿抖得像糠筛。我扶着桌子，颤颤巍巍：“不可能啊！我算过的，祖坟冒青烟了。”说书先生还在继续：“本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可您说巧不巧？大殿之上，诸位考生，有掏袖口的，有解行囊的，又翻出不少香囊，仔细一数，竟足足有18枚之多。”茶楼里倒抽冷气之声此起彼伏，气氛比现场还紧张。那抽气声有了实体，像蛇钻进我的脖子，我只觉得遍体生寒，冷汗如雨。18枚，把我拆了也不够分的，一次得罪这么多官，我可真是有本事。如此这般，皇帝又问状元郎：“你可还要娶她？”你们猜他怎么说？说书先生冲我扬了扬下巴：“这位姑娘就属你听得最起劲，
不如你来猜一猜。猜什么？猜我要被拆成几块？我从喉咙缝挤出一句，不干我事。转身就要走，得赶紧通知春桃收拾细软跑路。一道金玉相击的凌冽声音从旁侧杀出，拦住我去路。我说取。手掌传来的温度贴在肩头，我猛一激灵，撞入熟悉的眼帘。他勾起唇角，笑得纯良又玩味。姐姐，你要去哪？又是啪的一声，黑色折扇将搭在肩头的手敲落。视线顺着回望，执扇的手指莹润修长，骨节分明。那人长身玉立，举止间清尊华贵，怒气却甚。慢着，我也要取。状元郎往我身后躲了躲，小狗似的委屈巴巴。姐姐，你瞧，这人好凶。纸扇公子脸沉得发黑，额角青筋使劲跳了跳。我哭丧了一张脸，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专挑苦命人。两人一左一右架着我出了茶楼。说书先生在背后喊：还没说完呢，姑娘怎么走了？我很虚弱，下次一定。他二人长得好看，携着我胳膊的身姿也很绰约，惹得路人纷纷朝这处看。迎面碰上邻居李婆婆，乐呵呵同我打招呼：阿渊，今天运气这么好，捡回2个俏书生。我拼命比口型让春桃跑，李婆婆眼神不太好。什么？猪跑了？放心，猪圈牢着呢，跑不了。呵呵。我欲哭无泪，两人对我家熟门熟路。进了屋，一个扶我在桌旁坐下，一个去倒茶。无他，脚软，公子人颇好，居然给我也倒了一杯。我低头喝茶，室内一时无声，慢腾腾喝完一杯，我再伸手去倒，刚挨着壶柄，一只大手握住我的。姐姐怎么不说话？少年坏笑的脸凑近，让我猜猜，不会是忘了我姓甚名谁吧？我讪讪陪笑，岂敢岂敢，我真的敢。天老爷，我送了108个香囊，哪能个个都记得住？少年星子般的眼有片刻暗淡，很快又亮起来。西云峰，风随星落，书逐鸢飞。姐姐，这里头有你有我，可别再忘了。心里咯噔一下，抬眼去看另一位，他侧了身，手中折扇悄悄展开半幅。我点头。谢允恒，允文允武，君子如恒。谢云峰急了，姐姐怎么记得他？我刚想说扇子上写着，被谢允恒抢话。自然是因为阿渊心里有我。扇子掩住唇角，我分明瞧见他轻轻笑了，还来问我是也不是。他腹目狭长，墨色的眉斜飞入鬓，一身白衣，坐在那谪仙似的，带着一股子清冷。那一笑，如月下白盘出战，仙子落入凡尘。我被他鼓住，下意识道是。西云峰瞬间炸毛，跳起来指着他鼻子就要骂，目光掠过我，神色变了几变，怒火硬生生压下去，挪进几步挽住我胳膊，轻声道：我只是个小角色，自然不能和谢公子比。真羡慕谢公子，要是姐姐对我有他一半就好了。门外传来春桃的声音：咦，小姐你发财了，家里怎么有股子西湖龙井味儿？春桃去墙角了，鹌鹑似的站着。罢了，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我两眼一闭，二位公子有话还请直说。既是我贪心在先，要杀要剐我都认了。什么杀呀剐呀的，说得吓人。我高中归来，姐姐不准备同我成亲吗？他已经答应嫁我。姐姐第一个香囊是送给我的，他送我的是最大的。我倏然睁开眼，人贵有自知之明，我又不是什么天仙似的美人，他们二人现在不过是赌气争面子，才来争一争。我等回头当了大官，与我朝夕相对，时时记起被我愚弄，那还不恨得牙痒痒，一天抽我10鞭8鞭的。我想当官夫人本就是图一庇护，倘若嫁过去了，日日遭罪，那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。我又不傻，不如给他们一个台阶，趁早各回个家，各找个妈。想明白了，我做小伏低。这位状元郎，这位……忽然想起还不知道谢允恒是何名次。西云峰道：他是太……谢允恒眼中寒光一闪，探花。西云峰不情不愿闭了嘴，果然和茶楼先生说的一样。我没多想，继续道：状元郎、探花郎，两位既已蟾宫折桂，日后加官进爵，自有高门小姐待嫁。我只是宣州城一名普通绣娘，无钱权又无家世，无论如何配不上二位。之前香囊的事多有得罪，我送二位进了京，也算功过相抵。至于那些约定都是戏言，就随他去了吧。瞧瞧这话，滴水不漏，给足面子。照理来讲，他们应当就坡下驴，但显然他们不是讲理的主。西云峰当即反对：谁稀罕高门小姐？我只要姐姐。这孩子一看就没受过苦日子，不知道身居人下的不易。我想了想，不如这样，我每日都去城西景市卖绣品，明日你们同我一起体会一二，再做决定。体会过贫贱百姓的生活，自然就知道凭借好风直不轻云的诸多裨益。我真是用心良苦。西云峰挑起眉，闹熊孩子脾气。我不管，姐姐嫁了我，自然不用做这抛头露面的活计。不去不去。倒是谢谪仙敲着扇子，语气有些期待。如此甚好，阿渊姑娘的生活，我很想参与。那我也要去。赶了半个月路才到宣州，我累得很。
要在姐姐家休息。西允峰柔弱不能自理地钻进我怀里，屋内温度骤降几分。他还想说什么，被谢允航冷着脸一把拎住后衣领，双手在空中乱挥。今日多有叨扰，阿渊姑娘，明日城西见。就这么拎着出了门。春桃碎步子挪过来，递我一把瓜子。小姐，其实我觉得你们仨把日子过好比啥都重要。放开我！谢允恒长臂轻舒，将他扔出老远，言语毫不客气。规矩点，别对阿渊姑娘毛手毛脚。不用你管，我喜欢姐姐，自然要同她亲近，不像你这种人，假门假市，虚伪的很。谢允恒已有恼意。阿渊姑娘尚未婚配，你若敬她重她，就不该毁她清白。对面小子抱起双臂，勾起的嘴角极尽嘲讽。你也配同我讲清白？我且问你，清白有什么用？我西家清清白白，结果呢？你们天皇贵胄，一个状元就想勾销西家73条人命，哪里在乎什么清白不清白？谢允恒薄唇抿成一条线。这件事我自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西云峰嗤笑，袖子往空中一扬，转身去了。月色寂寥，人影孤调，3分萧索，7分惊心。宣州城楼阁连云，转过24栋虹桥，就到西市。一抬眼，瞧见2道风流身姿。西云峰年纪轻，穿了件银珠滚边的窄袖劲装，头发用镂空雕花的金冠高高竖着，意气风发。谢允航身着象牙白锦缎长袍，玉骨月魂，黑色折扇握在掌心，立于喧闹市井，也自有一方天人胜处的光华。心口漏跳了一拍，匆匆铺好摊子，利索摆上各色香囊、手帕、团扇纹样，开始吆喝。其实根本用不着吆喝，站了2个活招牌，大姑娘小媳妇都错不开眼。相熟的王家妹子大着胆上来挑拣，眼珠子却粘在西家小子身上不动弹，问道：“这个怎么卖？”我香囊50文。他又看向谢谪仙：“这个呢？”我把他脸掰过来：“这个不卖。”他大手一挥，抬出100文大钱，我乐开了花，把简书生的法子全盘托出，与他这那这交代一番。王姑娘听得心驰神往，最后扼腕叹息：“早知当是与你一起。”谁说不是呢？他若分走一半，我也不用这么狼狈。我俩齐齐叹息，托2尊大神的福，不出半天香囊尽数售罄，只剩了一堆手帕团扇，很惆怅。没想到我的职业赛道如此早便定了型，我让春桃把简书生的账本也拿出来卖，给他起了个名叫伊可萨尔。西云峰问：“这是何意？”我答：“挑个好夫婿，赛过养个儿，正是此理。”谢允恒好奇：“我那招卖了几个钱？”我啧了一声：“你下架了。”他似笑非笑，我有点心虚。暮色西沉，一抹斜阳挂在树上，催人归家。今天收获颇丰，银子沉甸甸在手上，我心满意足，盘算着去醉仙楼犒劳2位活招牌。正收摊，眼前倏然投下黑影，一只肥腻的黑手伸出，猛地从我手中抢走钱袋。我大吃一惊，下意识去夺，被一股大力狠狠推开，倒退了几步。我站立不稳，连桌板也一并带翻，险险摔倒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少年将我揽入怀中，清亮声音少见的染上愤怒：“你做什么啊？”对面领头的烂糟鼻子蛤蟆嘴恶人奸笑道：“小秀娘日子过糊涂了，连供钱都不记得孝敬，还要本大爷亲自来拿。”声音入耳，我陡然慌了神，四肢一点一点变得僵硬。西云峰啐了一声，冲上去就要教训那地头蛇。我慌忙拉住他，那不是一般的地痞流氓，他们有官府撑腰，在城里简直横着走，谁见了都避让3分。宣州城富庶，又地处官要之州，虽是地方官，地位却极高，更与朝中大臣一往来密切，即便是状元受了官，也得罪不起。我拦在西云峰面前，语无伦次：“你别去，钱给他们就是了，没事的，城中小商小贩都要给，我月月都给，给了钱就没事的，他们不会再找麻烦。”我攥着他袖子，哀求道：“别去，别为了我断送大好前程，别为了多余的身外之物，像爹娘一样永远离开我。”西云峰低头看着面前姑娘，她向来灵动狡黠，此刻却皱着一张小脸，杏子般大而圆的眼中浮起一层水光，好像下一秒就要哭出来，偏偏倔强地咬着唇，仰起脸想要保护她。她心疼，却莫名有些高兴，唇角不自觉噙着笑。她轻轻拂过带泪的眼尾，安抚意味十足：“姐姐别怕。”流星飒沓，他当门一脚踹在地头蛇胸口，那恶人倒飞出去丈远，仰躺在地上四脚乱蹬。我看懵了，片刻后反应过来，爹的好解气！烟尘飞扬，衬得西云峰眉眼格外凌厉，竟有几分像鲜衣怒马的少年将军。跟着的10余个地痞流氓叫嚷着冲上来，心骤然提到嗓子眼，忽然一柄折扇张开，挡在我眼前。别看，当心下着。谢允恒规矩地与我隔了半臂距离，折扇洒金绢面上一幅碧空纸鸢图遮住视线，颀长身形密不透风，挥拳声、呼喝声统统隔在外头，很有安全感。我乖乖站着，悄悄扒了一点缝去看，又听他低声吩咐：“去帮忙。”谁？我吗？2个人影从暗处鬼魅般地冲出，不愧是有钱人家的探花，出门居然还带侍卫。我拍拍胸口，放下心来，还是问一句：“能打得过吗？”谢允恒：“能，再来2个也没事。”我啊，谢允恒：“
他是武状元。我安心缩回扇子后面。打完架的西云峰，姐姐，我刚才是不是很威风？我方从扇子后面探出头，他顿住了，继而暴怒：谢允航，你故意的！直到醉仙楼的小二上了菜，西云峰还在抱怨：你那2个影卫吃白饭的，我在前头打架，他俩就顾着捡手帕。那是阿渊姑娘谋生的活计，自然要小心保管。接过谢允航递来的包裹，卖剩下的绣品都在里头，一件不少，一尘不染。我连连道谢。西云峰咬牙：你好阴险啊！我忧心忡忡，那泼皮和官府有勾结，朝中亦有他们的靠山，你们以后的日子恐怕不好过。冲动起来爽得很，收烂摊子又头疼，想想又补充。但是刚刚真的很解气。西云峰笑得见牙不见眼。那是当然，姐姐准备怎么奖励我？我给他加了一只桃花鸭腿，门口大黄都没他开心。还是谢允恒比较正经，及时把话题拽回正轨。阿渊姑娘放宽心，这等州官我还瞧不上眼。又道：都是我不好。西云峰咋舌？邓慧，你怎么用我的招？我奇道：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谢允恒难得皱了眉。我总想着，等我当了官，定要济世爱民，恩化四海，教百姓安居乐业，世间海晏和亲。可没想到，连宣州城这般紧要地方，都已是蛇鼠一窝，天子国危难计之处，岂非更多阿杂？看到这些渣子欺凌百姓，我只恨自己有心无力。满肚子圣贤书、帝王术都是枉然。壶里盛着酒，是辛辣灼烈的竹叶青。他倒了一碗，仰头一饮而尽。难得听他说这么多话，声音像飞泉击石，清凌凌的。我为他叫好。有谢公子为官，是大西朝之幸啊。又宽慰道：就算当了官，也不可能以一人之身周全万事，有些漏网之鱼也是难免。我不懂什么官场权势，但也知道水至清则无鱼。宣州虽然有些荒唐事，但我们这些百姓小心这些，日子也还过得下去。酒意浮上来，他眸色有些迷离，仍正颜厉色。这话阿渊尚且说得，我却说不得。身在其位，一民不安，一事不理，都是失责。宫门中人若要求百姓时时处处谨小慎微，那朝廷养我宫门之人又有何用？有烟花伴着笑声升空，在夜幕散作漫天流光。谢允恒倚在窗边，眉目低垂，侧脸随着火光映照，忽明忽灭，明暗交替间，轮廓清绝的惊人。我忽然明白，什么叫山有扶苏，喜有荷华；什么叫清高君子心，霜雪不能侵；什么叫公子只应画中剑，此中我独不知今。树没动，风没动，是我的心在动，心里突突的止不住乱跳，觉得有万种话语，千般心事，却一字也说不出来。这个男人真的很会。西家小子哇哇乱叫：你惯会猪鼻子插大葱装象，好听话谁不会说？本状元还倒要当个镇远大将军，打的那蛮子抱头鼠窜，还边关太平。该说不说，他有点聒噪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。我索性捧着碗慢吞吞喝甜酿羹。醉仙楼大厨有本事，一口直甜到我心坎，喝得再慢碗也见了底。我心一横，昨天说的话还算数吗？2道声音同时响起。当然。脸飞上红晕。明日4时，门环上自有答复。2人面露惊喜之色，互看一眼，视线对撞出熊熊烈火。次日，他俩对着大门苦思冥想。我和春桃已经跑出了80里地。小姐，我看2位公子都挺好，你就挑一个嫁了，有何不可？我躺在马车里闭目养神，下嫁吞金，上嫁吞针，这种灵子凤雏，我高攀不起，嫁了也是受罪。长痛不如短痛，我一向清醒。春桃皱成苦瓜脸，咱家这个条件，下嫁也有难度。我掀开帘幔，劳驾，他要下车。一路向北，10日后到了禹州，城墙还似儿时眼熟，城里已变了模样。我带着春桃进山给爹娘上香，山土3分秋色。我絮絮叨叨讲我绣工好，又讲我运气好，总之日子过得很好。烟雾朦胧，阳光隐隐绰绰投下来，拢得周身温暖，好像回到爹娘抱着我讲故事的时候。许是因为太过想念，隐约间眼前真的有道人影。等等，人影？我颤悠悠问春桃：你有没有看见一个？春桃哆哆嗦嗦点头。白色的，长头发。人影走过来了，我和春桃紧紧抱在一起。人影穿过灰白的雾气，露出一张仙姿玉质的脸。我抖得更厉害，娘哎，这真是活见鬼了。说吧，为什么要跑？谢允航一身银白袍子，长发如墨，用白玉冠半束着，一派的天人之姿。雾气缭绕，他深邃眉眼，看不清他神色，只透出薄唇一点朱红。我猜不透他是否生气，于是态度诚恳：谢公子，我这人老实本分，实话同你讲，我配不上你，又不敢当面拒绝下了你的面子，只好跑了。他被逗笑了。你给我找了18个情敌，还敢说自己老实？我低头赔罪。造化弄人，造化弄人。他转身拿了3根香，在爹娘坟前恭敬跪拜。斜阳影长，忍冬花在风中摇曳，
好似故人颔首。我心念一动，脱口而出：你要听故事吗？说罢又有些懊悔，真是色令智昏。他眸中却漾起惊喜，声音温柔似4月春风。阿渊姑娘的一切，我都想知道。我生在禹州城，爹娘经营一间米行，日子不比富家大士，但也衣食不愁。我自小无忧无虑，在爹娘疼爱中长大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是寻常百姓能活成的最幸福的样子。直到8岁那年，米行的生意越做越大，粮铺越开越多，这本是件好事，偏偏树大招了风，官吏盯上了粮铺的油水，巧立名目，层层加收。爹娘早出晚归，被担担米粮压弯了腰，赚来的银两却尽数落进了他们的口袋。每每点灯对账，叹息声总是穿过院墙，钻进我耳朵。爹眼下的乌青更是一日重过一日，抱我10壶茶冒出一大截，扎得我生疼。终于，爹娘决定关了铺子。一切将要落定的那日，我抱着心爱的布娃娃躺在床上，等娘来哄我睡觉。真好，我开心的想，以后娘就有空能天天给我讲故事了。但我等了很久，等到我自己困得睡着了，又等到人声嘈杂中有人将我推醒。我问娘呢？我想听故事。她说走水了，老爷夫人没了。娘缝的布娃娃还抱在怀里，爹新买的摩诃勒还在床头，再没有人给我讲故事。他们小憩时烛台烧了帐布，偏偏夜色太晚，等到家仆惊醒，书房已成一片火海，我竟无处安放这茫然恨意。老管家帮着料理了后事，我便卖所有财产换成银票压在箱底，带着春桃去了宣州城。我天资聪颖，最难的画绣我学了2年，已经比老绣娘绣的还要好。但在宣州，我只置办了一间最破的院子，卖最平平极无奇的绣品，稚子怀金，岂敢行于闹市？我想，或许贪心正是许多祸事的起因。人不知足，则失所得，与其求而不得，不如从不贪求。所以我收起所有的欲望。日月太过耀眼，我只求一点银光相随余生。偏偏这个人出现了。他在远空山色中向我伸出手，说着世间最令人动心荡魄的情话。他说：阿渊，嫁给我。他说：这不是你的贪心，是我的贪心。他说：你是最好的姑娘，值得世间所有的一切。他说：今生今世，不离不弃，永生永世，相许相从。我的理智摇摇欲坠，云随雁自长。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飘在空中。那就试一试吧。千秋要君一言，愿爱不移若山。亲娘咧，难怪画本子总爱写风月。风月这事，他当真缠绵。我就像泡在蜜罐里的老鼠，横竖都是甜，打个滚都冒泡。他在城南购置了一间小院，每日与我腻在一起。今日赏花，明日品茗，上午远山踏秋，下午市集打马，傍晚归家，手中提着大大小小胭脂香盒。他偏说样样都好看，险些把胭脂店都搬空，平白便宜了老板娘。我暗暗记下，以后摆摊也要找这等冤大头。谢允航春风满面，左手拎着胭脂，右手牵着我。到家门口时停住步子，正欲松开手，他却极为自然地将我往身前带。原本握在右掌的手交到左边，我背靠着他，整个人圈在他怀里。我微呀出声，他低头翻找着什么，如兰的呼吸擦过我耳畔，左手纤长2指勾着香盒提绳，还有余劲将我亲密拢在掌心。翻了半天，从腰上解下钥匙，又环着我开了门。我耳间已有热意，嗫嚅道：“你先放开我。”他微微睁大眼，然后唇角弧度渐深，不放，一刻也不放。算我看走眼，这个浪荡子。梨花院落融融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，夜色入灯。他揽着我倚在美人靠上，院中花开到8分，人却艳了10足。神仙似的公子下凡，勾走我3魂7魄，伸手取了一枚樱桃酥，送到我嘴边。知道这个酥怎么最好吃吗？我祈祷。不知。他说：我喂你吃。我惊了，这是打哪学来的？你背着我去琼玉楼。琼玉楼，禹州城最有名的青楼，一水的绝色难关，伺候人更是一把好手。我气急，怎的不叫我一起？瘦削的手指抖了抖，他无奈道：张嘴。张嘴就张嘴。那指尖银白似玉，衬得樱桃酥格外诱人。我吃得急，舌尖无意掠过他指腹，他像烫着一般，整个身子倏然绷紧，喉结滚了滚。我捂着嘴偷笑，跟我斗不过我的狐狸精取来文房四宝，要给我画像。这人真的不讲武德。我已回美人靠上，他画得很认真。等他画完，月上中天，我已睡了一觉，凑过去看，画中人是我和他，景却不是此时此刻，是那日山色空蒙。他许我一生一世，天边百鸟成行，说不尽无穷好。他题字百鸟，有情经不去，青山无约望还来，脸有些红，我名清渊。他这是在与我诉情，又教他拿捏住了。黝黑双眸洒了点点星光，他走过来抱住我，动作含情又珍重。我仰起头，下巴搭在他肩上，忽然冒出一种很放纵的想法，这辈子就这样和他过80年也行。3天后是玉兰节，那夜街上热闹非凡。我支开春桃，跟谢允恒去逛街。春桃已经习惯了，谢允恒很新奇的四处张看，对上我诧异的表情，赧然一笑。小时候家里管得严。我的心立刻软作一团，什么老虎头的不倒翁，巴掌大的牙雕套球，奇形怪状的鲁班锁，木头做的古风少鸟，他扫一眼我统统买下来，手里包裹堆成山。他笑得无奈，拿了张面具挡住眼睛，那面具很轻薄，材质似金似玉，花纹繁复，只有小半张脸那么大，
其实根本遮不住他眼睛，反而更添几分仙姿。懂了，主要是起到一个迷死我的作用。前面忽然响起喧闹声，有说书先生支了个摊子。谢允恒似是知道什么，牵起我走，去听个好东西。那说书先生是宣州来的，真的是个顶顶好的东西。他说，宣州有一伙泼皮，仗着赵知州的权势，在城里横行霸道，欺凌百姓，四处敛财。老百姓怕得罪了当官的，是敢怒却不敢言。有道是善恶有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就在半月前，那泼皮撞上个硬茬，当场被打的是鼻青脸肿，哭爹喊娘，心底忽地动了动。大伙直呼景气，也为那壮士担忧。那壮士却满不在乎，转身拂袖而去了。老百姓都以为这壮士得罪了官府，要有苦头吃，心里惋惜。可没成想，就在前几天，一纸盖了地印的判决文书送到宣州，不仅打了泼皮30大板，还当场罢了赵知州的官，两人统统流放岭南。说到这，故弄玄虚，压低声音，听说和赵知州有来往的朝中大臣都连带遭了殃，在皇上面前哭着请罪呢。我嘴张得老大，谢允恒趁机塞进一块桂花糕，唇舌生香，我嚼得口齿不清。你干的。他眉眼弯弯，喜欢吗？我边嚼边感慨，喜欢，特别喜欢，你也太能干了。他神采飞扬，明明做了那样厉害的事，此刻却像举着糖的孩子，等待着我的夸奖。理智的弦终于崩断，我决定赌一把。月在天边，人在眼前，我伸手摁在他的胸口，情真意切。你要不要同我成亲？手掌之下，他心如擂鼓，须臾间，他反握住我的手，轻伸下来。我愿意。可天下事哪能尽如人意？话音未落，身后一道霹雳响起，他不能跟你成亲。一方4角小桌，4个半高石凳，坐着心思各异的4个人：西允峰、谢允恒，我，还有一位柳姑娘。柳姑娘一身华丽织锦长裙，头戴金钗珠冠，宝光夺目，气质温婉娴静，举止间流露出大家闺秀的风范。再低头看看自己，金钗不群，袖子撸到胳膊肘，夜急逛得开心，鞋子上还溅了泥巴点，突然一点都不开心了。西云峰这看看那看看，终于忍不住：我是聋了吗？怎么没人说话？他还不如哑了。柳姑娘开了口：太子殿下。我拍案而起：你居然是太子！谢允恒语气冷漠如寒铁：柳小姐请回吧，我从没答应过这门婚事，柳太傅那边我自会去说明。柳姑娘几乎落泪：可是太子殿下，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，我爹亦效忠于您，即便殿下不欲娶我为妻，我自甘做妾，殿下也忍心拒绝吗？西云峰悄悄附在我耳边：他拒绝不了，柳太傅朝中势力大着呢，他得靠那帮言官巩固地位。我揪他耳朵：就你知道，就你能扒吧。西云峰委屈得很：姐姐，我都是为你好，我怕你被那小子骗了，他都没告诉你他是太子。我颓然坐下来：我知道的。怎么能不知道呢？第一次见面他就告诉我了，出身富贵人家却不知道钱是何物的少爷，身边带着功夫出神入化的影卫，玉佩衣料随处可见龙纹式样，连状元也对他礼让3分。是我一直遮着眼，不愿睁开这场少女心事，我想赌一把，却从一开始就没有入局的资格。我不服气，瞪西云峰：太子怎么了？太子很了不起吗？等我当了皇帝，也封你做太子。西云峰乐了：姐姐，我们2个孤家寡人，还挺适合造反。谢允恒是太子，而我不可能是太子妃，这是挺难办。我在小院里和春桃商量主意，春桃比较天真：小姐，我看谢公子挺喜欢你，你就去当太子妃，又有何不可？我问他：你知道当今皇帝后宫有几个贵妃，几个妃，几个嫔，分别是几品，又是什么封号？他摇头，我跳起来打他：不知道，不知道还敢进宫？上午进去，下午就被人赏1丈红，我都不知道上哪口井捞你。他抱头鼠窜：那小姐你自己进宫，我不去了。回头你荣华富贵，喜当皇后，记得赏我点银子花花。我追着他跑，合着我进去卖命给你打工是吧？闹了一通，他又出主意：西家公子人也不错，要不小姐你跟了他也行。我问哪里不错？他掰手指头：他人好，单纯。我说他单纯，他单纯还能把柳姑娘搬过来。他又说他是武状元，身体好，嫁了他还可以当个将军夫人。我不以为意：谢允恒身体也好，体力也挺好，天天爬山，体力能不好吗？春桃哎呦一声：这话是我能听的吗？没办法，春桃拿来个骰子：小姐，要不你掷骰子吧，
单数选粘人精，双数选太子。玲珑骰子，安红豆，红白相间，十分可爱。这倒是个好方法。我攥着骰子，在心里想了想，手猛地往上一抛，骰子抛到最高点，迎着太阳透出光来，亮莹莹的。那一瞬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这方法绝妙之处在于不用等它落地，我已经知道心中最想要的答案。骰子落在地面，春桃凑过去看，我一脚把它踹进了池塘，咕噜噜激起一串涟漪。春桃吓了一跳，小姐，你做什么？我转身出门，你别管，我自有主意。推开木门，看见谢允恒在门口，我这才记起来，我生他气，昨晚把他赶出了小院，没想到他自知对不起我，在门外站了整整一宿。那张绝尘的脸此刻憔悴而破碎，他行销骨立，一向清整的衣衫松垮凌乱，风带起他散乱的发丝。大太阳下像游荡世间的孤魂，看见我的瞬间，他眸子亮了一霎，很快黯然无神，嗓音因干涸而嘶哑。阿渊，他踉跄走了2步，伸出的手触碰又收回，眼底渗着一片薄红。别不要我。我说行了行了，知道了，经我等通知吧。我先去找了西云峰，我开门见山，我不可能嫁给你。他垂头丧气。哦，我接着说，除非你西家洗清罪名，让我当一个堂堂正正的将军夫人。西云峰，他果然很好哄。他愣了半晌，姐姐，你都知道了？就这脑瓜子，800年都翻不了案。于是我给他指条明路，你和谢允恒一道，他是太子，你好好配合他，有他帮你，肯定能行。他倔脾气又上来了，我不要跟他一起，我自己能行。我气笑了，你行什么啊？没我救你，你都被仇家追杀死了。西家要是翻不了案，一辈子顶着勾结外邦的名头，难道要我不清不白嫁过去，天天被人戳脊梁骨吗？心头思绪翻涌，他低下头，沉默着攥紧了拳，手背青筋凸起，身体不易察觉的颤抖，热血与不甘在四肢百骸里激荡。半晌，他声音带着一丝哑，好，又抬头望向我，眼中是不加掩饰的渴求。姐姐，如果我做到了，你愿嫁给我？我想了想，又补充，当然，但你一定别跟谢家小子说，不然他不肯帮你。他恢复了嬉皮笑脸的样子。我不信，你立字据。我毫不犹豫立起手掌，如有违誓言，就教我所求皆不得，所愿皆虚妄。他急急冲过来拦下我，语气近乎呵斥。好姐姐，不许说了，我信你。瞧，他真的很好哄。谢允航显然没那么好骗。我思索片刻，拎了壶烈酒回去找他。天色已经暗下来，他竟一直没休息，眼下乌青重得愈发厉害。此时坐在院中，一眨不眨地盯着门口。春桃哭丧着脸坐在旁边，大概是在当人质。我打发春桃去弄点吃的填肚子，他赶紧一溜烟跑了。转头对上谢允恒幽暗的眸子，许是我表情有些生硬，他瑟缩了一下，眼中涌上悲痛，语气却缓慢而坚定。阿渊，我已休书回京，向父皇引荐退身，请自太子之位。以后我们就当一对普通夫妻，过寻常市井生活，你可愿意？我立刻跳起来。什么？我不愿意！你快把信拿回来！他愣住了，愣着做甚？你不当太子，我怎么当太子妃？将来怎么当皇后？他很迷茫，但仍在迷茫中唤出了影卫，去追信鸽。影卫骂骂咧咧的去了，我这才放下心来，跟他算账。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不配当太子妃？他慢慢回神，眼中一点一点绽放出极大的光彩，玲珑剔透的人儿连话都有些说不清。阿渊，你是说你愿意跟我回京？我给他倒了一杯酒。怎么，你想娶柳姑娘？自然不想。那崔尚书、赵太尉、沈大将军家的女儿呢？统统不娶。我乐呵呵，又灌他一杯。可他们把持大权，你不娶他们女儿，朝中不稳怎么办？你还有教百姓安居乐业、世间海晏和亲的抱负。酒意化作眉间凌冽，他又成了那个举世无双的公子。无用之人才会以女子的婚事做筹码，我有法子。我歪着头。那你娶了我，以后可不许娶别人了。好像没听说哪个皇帝后宫只有一人的。他笑得恣意，握着我的手郑重道：我这辈子只想和阿渊一生一世一双人。10丈阮红尘，得君子诺，刻骨不忘。时机成熟，我趁机提条件。那你帮我一个忙，西家小子那事你知道吧？你帮他沉冤昭雪，事成之后我就和你回京。毕竟这段时间确实对不起他。他摸了摸鼻子，那是他技不如人。余光瞥我一眼，又马上道：阿渊说的甚有道理，我也一直想查清此事。我满意了，亲手拿起酒杯喂他。天上明月正圆，清冷的光洒满院落。他坐在此处，谪仙似的就着我的手喝了酒，喉头一滚，唇边落下几滴水珠，气氛正好。我扔了酒杯，凑过去，仰头吮了那水珠。他一张脸陡然染上绯色。阿渊，你……我也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酒壮怂人胆，我唬他。怎么啦？刚刚还说要娶我，现在让我占点便宜又不乐意。他喃喃道：我不是那个意思，
只是觉得你今天好像有点不一样。我心里一惊，将嗓子放得越发低，越发软。阿恒不喜欢。我能感到他倏然的情动，他情不可抑，低头含住我的唇丝膜，大手在后颈揉捏，加深了这个吻。铺天盖地的男子气息笼下来，我得了甜头，水似的依进他怀中，细细密密贴紧他，灼热气息撩拨着他的耳。阿恒，不想吗？劲兽窄腰骤然发力，我身子一轻，被他凌空抱起。他喘息凌乱，衣衫也不整，眸色深得惊人，却带着隐忍和压抑。我不能。我执意放纵一回，迷离地睁着眼，仰起头去亲他的喉结，手在精壮胸膛游走，煽风点火。单薄布料下，结实的腰腹骤然紧绷。他闷哼一声，终于放弃抵抗。天上有轮圆月，屋内有张好床，床上有2个人，地上有一滩衣。次日，谢允航和西云峰出发，前往西家曾经镇守的西南边陲。我像每一个等待丈夫归来的妻子，生活，写信，盼他归来。谢允航写丝清如流水，我写努力加餐饭。他写南风知我意，我写鬓影春云乱。想象空间很大，他不回了。西云峰那边简单，他不爱写字，我买本将军打仗的连环画给他寄过去，他就能消停好几天。春桃啧啧称奇，小姐，你有红颜祸水的潜质。怎么说呢？人的潜能都是被逼出来的。1个月后传来好消息，还是从说书先生处听说的。我挺纳闷，他们的故事情报居然比加急密报还快。故事说，西家七世簪缨历代镇守边关，1年前镇远后大破敌军，将边境线推出300里，却在得胜回京之际遭人暗算，全家上下74口生生灭门，百姓正愤怒不已。朝中却有传闻，西家早与外敌勾结，西朝皇帝本欲清算，因此意外也就不了了之。但这顶黑锅却严严实实扣在了西家头上。本以为此事已无转圜，谁料今年科举出了个武状元，正是西家后人。这西家后人不仅武功了得，更是谋智过人，凭借着种种蛛丝马迹，揪出了屠杀全府的幕后黑手和勾结外敌栽赃嫁祸之人。西朝皇帝得知此事，大为震动，当场为他加官进爵，封了镇远后。至此，西家终于得以清洗罪名，新任镇远后经此一役也打响名号，众望所归。我提着一口气听完，终于长长叹息，放下心来。他们果然是要展翅于9天的大鹏。转眼禹州张灯结彩，大红喜缎挂了满城，是迟来已久的状元游街，也是为新一任镇远后的庆功。西云峰骑着高头大马，意气风发，却比往日褪去几分稚嫩，多了几分成熟锋芒。他从城门遥遥而来，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，每进一步，脸上的笑意就苦涩一分。他下了马，嘴唇抿成一条线。姐姐，你要走了，是不是？我不敢看他。百姓以将军为傲，我亦以将军为荣。他重重呼吸，声音似有哭腔。我知道，谢谢你。他翻身上马，游行队伍的乐声又响起来。姐姐，我要回西南了，就让这支队伍为你送亲，也算我陪你出嫁。眼中噙满泪水，我慌忙转身钻进谢允恒的轿辇。他策马触了一下谢允恒，你要是敢欺负姐姐，我就带兵杀到京城造你的反。谢允恒笑骂他，去，臭小子就爱显摆。我回京成亲的事，你在这出什么风头？又俯身温柔问我，春桃呢？怎么不见一起？我摇头，他已许了人家，是桩好姻缘。他静立片刻后笑道，如此甚好，娘子，那我们便启程了。我羞红了脸，催他没个正经。1个月后，浩荡一行人终于到了京城。谢允恒心情大好，阿渊，眼下时辰尚早，我先带你去尝尝庆云楼的糕点，再去昨天说的广和楼听戏，你定会喜欢。他眉梢轻挑，语带笑意。阿渊怎么不说话？可是累了。他下了马，走到赭红软轿旁，轻轻掀开帘子，轿中空无一人，只有一枚香包静静放在软座上，天青色，16形，包身绣了一只白鸢，底部缀着流苏，飘逸灵动。鞋帽赠兄长，香包赠情郎。他要体国安民，要平治四海，他要以天下为己任。他能以身许国，不能以身许我。他是佼佼不自知，却不是我一人的月。谢允恒的浅笑始终挂在脸上，手仍是撩起帘子的动作，眸子却失去了焦点。他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很久很久，直到灰白的天下飘起了细碎的雪，直到凉雪覆了满身，才从荒芜中醒来。他缓慢起身，眼神空洞而遥远，望向深不见底的宫殿。他独自踏上那条路，东风浩荡，孤影相伴。史书记载，大西朝是个有福气的朝代，这个有福气的朝代出了2位旷世异才，一位是将门之才，16岁就当了镇远后，多年来戍守边关，抵御外敌，破敌无数，屡建奇功，打得西戎族闻风丧胆，人称帝国宝璧。一位是巾帼之才，13封太子，16登帝位，在朝中恩威并施，雷霆手段，扶除奸党，法度严明，政通人和。在位15年，大西朝国运昌隆，民生安稳，天下归心。更奇的是，他终身未娶，后宫长久空悬。可惜这位仁君天年不遂，年仅30便与世长辞。饶是如此，他竟也在薨逝前将一切安排妥当，大西朝稳妥度让给下一任国君，依旧的国泰民安。但也有野史记载，这位仁君并没有真正离世，
而是假死退隐后去了南边一处小城。据传闻，那城中有间绣坊，老板娘绣的一手精妙绝伦的画绣。国丧之后7日，那坊中挂出了一幅画，画的是一对神仙眷侣，缥缈山色，云中百鸟连绵，相伴而去。当然，这都是后话了。